情人节当天，我被拉进一个匿名群进行情侣考验，游戏中失败的情侣将被当场嘎掉。很快群里发布了第2轮的游戏规则：一、女生进入男生宿舍寻找自己的男友；二、男生不能给出任何提示；三、女生找到男友后上前握手；四、握手5秒即代表女生确认选择，如若选择错误，则女生挑战失败。咔嗒一声，宿舍门开了，我和春姐走出了宿舍。走廊里，我们又碰到了几个不认识的女生，每个人都脸色惨白。对面宿舍楼的大门自己打开了，一股阴冷的气息迅速弥漫开来。走廊里30来间宿舍门齐刷刷打开了一道窄小的缝，所有男生都被蒙上面，还戴上了黑色手套。很显然，这是让我们通过伸出的手臂来找出人，我们根本无法通过皮肤颜色或触感来识别身份，能掌握的仅仅只是一些最基础的信息，比如手掌的大小。有个女生当场就哭了出来：怎么办啊？我男朋友就是特别普通的身材，没有什么关键特征了。警告，请在10分钟之内完成选择。春姐第一个走上前，她的男朋友比较特殊，中指特别长，我曾经看到春姐给她织手套，所以也记住了这个特征。果然春姐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双手，牢牢抓住。听到成功的提示后，她的男友立刻摘下头套，两个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。而我拼命回想着男友的特征，他是左撇子，为了让我认出他，他一定会伸出左手。可是左撇子并不止他一个，在场的有3个伸出左手的人。正在我犹豫的时候，一个女生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其中一只手跟前，试探着伸出了自己的手。忽然那只手紧紧地把她握住，女生愣了愣，拼命推开那只手，但是那双手死死抓住她不放。5秒之后，女生瞪大了双眼，直直地倒在了地上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房间的男生倒地而亡，左撇子只剩下2个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惊叫起来，我也恍惚了一瞬，但很快想起来了，群里的规则说过，如若选择错误，则女生挑战失败。因为男生是被动选择的一方，所以按照规则，如果女生选择错误，他们并不会死，只有做出选择的女生以及她的男朋友算作挑战失败。所以刚刚女生和她的男朋友死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当门后面的男生发现女生不是自己女朋友的时候，可以故意拉人去死。如此一来，等于排除了错误选项，增加了己方的选中概率。看到这一幕，周围的人也都反应了过来，他是故意的，他阴了吧？有些人忍不住大叫：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再玩这个破游戏了，我们大家能不能团结一点，这样互相残杀，最后谁都是受害者。可是生死关头，人人自危，嘎人之举更是激起了许多人心中的癫狂，有更多人开始效仿。果然很快我们听到了又一个女生惨叫，再接着是第3个、第4个，不断有人炮制这个策略，而我目不斜视地朝着一个人走去。在其他女生握手的时候，我注意到这个人是唯一一个没有使用肮脏手段，会在其他女生把手放上去时立刻甩开的左撇子。我相信我男友的为人，便把手搭上去。44号144号通过第2轮考验。下一秒门被猛地推开，男友一边发出劫后余生的感叹，一边紧紧抱住了我。然而考验还在继续。第2轮考验结束，现存情侣15对。第3轮游戏开始，双人任务，密室逃脱。晚上回宿舍时，突然被拉进了一个匿名群，紧接着群主开始发布公告：欢迎来到情侣考验游戏，诸位将与自己的恋人一起参加本次游戏。游戏共分为5轮，只有通过全部游戏关卡才能幸存。接着群主解除了禁言，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。喂，什么鬼？谁在搞恶作剧啊？谁信谁是傻子？我要退群。那个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个群退不掉，连这个页面都关不了？老子不参与这种无聊游戏。群主，我现在直接提分手，就不用参加了吧？信息刚弹出，对面宿舍楼传来一阵惊呼，一个人猛然坠落。我所在的宿舍在1楼，对面就是男生宿舍。事情发生时，我正好看到了坠楼的全过程，我吓了一跳，不敢多看。而在看群里，已是一片哗然，再也没有谁敢轻易说分手之类的话。群主又开启了禁言。游戏正式开始，第1轮游戏，找到你。游戏规则：接下来每个女生都有1句在群里发言的机会，请通过这句发言找到自己的恋人，不许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、父母信息以及其他一切真实信息，不许使用表情。接下来我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头像都统一变成了纯黑底，上面都显示了白色的数字。我是44号，我正准备在群里发信息，春姐伸手拦住了我。小雨别急，我们先看看别人怎么发的。群里大概静默了1分钟，1号发消息了，XCT WSWDC， 缩写透露了真实姓名，违规。紧接着2号也发了消息，我们都喜欢校门口的那家奶茶店，但我喝无糖，你每次都全糖。透露了饮食偏好，违规。隔壁宿舍传来一声声尖叫，嘎掉的全是刚刚违规的同学。听到他们的倒地声，我们的心脏都颤抖了一下。
果然连透露自己的口味都不行，只要透露真实的个人信息就不行。请在5分钟之内完成游戏。随着群主的催促，我屏住呼吸，手指按在了屏幕上。我拍了拍你，并且大喊一声周四好。发完我闭上眼睛，紧张又羞耻地等待着结果。3秒过去，我没有事。再睁开眼，我发现底下一个顶着144编号的头像道：系统，这是我女朋友。44号和114号成功组队。看到系统消息，我终于长叹了一口气。我和男友经常会互相拍一拍，比如男友周一拍我的时候说的是我拍了拍你，并大声说周一真烦人，所以我才想出了发这一句话。幸好成功了。一旁的春姐也很快发出了信息，不知用了什么方法也顺利通过了第1关，但还有很多人失败了，有些是违规，有些是被错认了。转眼间已经有10几对情侣失败了。我和春姐坐下来分析当前的情况，目前已知的事实是，只有情侣参加此次游戏，单身的人都不知所踪了。手机所有功能都被禁止，只能打开群，无法联络其他人，连报警电话都打不出去。更恐怖的是，宿舍门不知什么时候被关上了，我们怎么也打不开，被彻底锁死在宿舍里了。就在我拿起一把椅子想砸向门的时候，手机突然传来丝丝的电流声，听筒里突然传来警告：第2轮考验还未开启，请勿外出。我立刻放下了手里的椅子，我毫不怀疑，如果不听从指令，等待我们的就是死路一条。春姐说：不如我们想一下，接下来的关卡会有什么？我想了想，既然是情侣考验，或许重点就是考验情侣之间的感情吧。第1关考验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默契，后面估计也差不多，可能还会考验彼此的信任。如果是这样，我还挺有信心的。春姐说着，有些温柔地冲我笑了笑。如果是比情侣感情的话，春姐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她和她男友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认识了10余年，又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平时连架都不怎么吵，是我们眼中的神仙眷侣。这个时候，群里又弹出消息：第1轮游戏共淘汰15对情侣，恭喜剩下的35对情侣进入第2轮游戏，想见你。游戏规则如下：1. 女生进入男生宿舍寻找自己的男友； 2. 男生不能给出任何提示； 3. 女生找到男友后上前握手； 4. 握手5秒即代表女生确认选择，如若选择错误，则女生挑战失败。咔嗒一声，宿舍门开了。